夏天到了，最近没什么食欲，亨瑞想简单做个三明治就好。在购买食材之前，大家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亨瑞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，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。生火腿的部分，就先买价格最低的塞拉诺火腿吧。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就会说，这看起来是生的，不用煮熟真的没关系吗？塞拉诺火腿是经过熟成这个过程来让它可以生吃的，其中的加工流程更是绝对可以放心。像是加工初期利用低温以及食盐来维持猪腿表面的卫生，在盐分渗入后，则是利用干燥脱水来降低水活性的方式抑制细菌的增长。到了最重要的熟成期，更是利用火腿本身的蛋白酶、结脂酶或者霉菌产生的各种分解酶，进一步分解火腿的蛋白质、脂质来产生香味。此外，熟成期持续的风干，让火腿保持着很低的水活性，所以即使温度上升也不会腐败哦。而且高温可以帮助酵素提升活性，加速香气产生，这就是火腿香气扑鼻的关键。至于和大家常听到的伊比利火腿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最大的差别是两个火腿的品种。今天选用的塞拉诺火腿是用白毛猪做的，而伊比利火腿则是来自黑毛猪。说到这里，亨瑞先帮他尝一口生火腿吧。怎么说呢？生火腿还蛮咸的，有一种温润的感觉。看着晶莹剔透的火腿，像不像是亨瑞一直欠缺的赞？如果大家按赞的数量破30的话，亨瑞就按那个礼拜不惜重本去帮大家来尝看看两种火腿吧。现在是下午5点半，在经过了非常挤的公车后，终于来到了台中的拉拉铺，先去看有没有巧巴达吧。这家店叫什么 ？JOHAN， 算了，不会念，先看有没有巧巴达吧。看到了，还好，有2个原味的，先抢先赢。旁边的是干燥番茄口味的巧巴达，也拿走好了，实验看面包的味道会不会有差。刚刚结账完了，还好这里有卖，不然的话只能拿长得不像佛卡夏的洋葱佛卡夏凑数了。至于起司的部分，因为亨瑞一时找不到圆形的莫扎瑞拉起司，今天改用布利起司好了。亨瑞个人也认为蛮合适的。好了，东西都齐了，回去做三明治吧。今天的材料非常简单，只要把前置作业做好，像是把红萝卜刨成丝，或是将芝麻菜用饮用水洗干净之类的，就能瞬间做好一份三明治。如何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现在做红萝卜沙拉吧。先将红萝卜刨成粗丝后，再和油醋酱混合均匀。以下就是油醋酱的配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把这罐全年买的巴萨米克醋换成高档一点的白酒醋哦。颜色有点不好看，加多一点手切的红萝卜丝好了。接下来只要将拖鞋面包切成上下2半，涂上冷压初榨橄榄油，继续铺上布利起司、生火腿、胡萝卜沙拉、芝麻菜，最后将另一片面包铺上大蒜蛋黄酱后，盖在下层的面包上。因为正常制作过程的大蒜蛋黄酱有点费工，他们在这里提供了可以取代的配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虽然风味不太一样，但非常适合用在今天的三明治或其他的沙拉上哦。只要将大蒜和盐切碎做成蒜泥，再按照亨瑞喜欢的配方混合均匀，一份独创亨瑞版大蒜蛋黄酱就做好了。只要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摆盘，一份看起来高档又十分清爽的亨瑞版夏季三明治完成。咬下第一口的同时，除了起司的味道比较淡以外，三明治结合得非常的好。原来的沙拉偏酸，夹到面包的味道竟然恰到好处。大蒜美乃滋的风味非常的足，夹在一起完全不会有违和感。
反而有一种用嘴巴享受音乐剧的感觉。如果原版的食谱有90分，相信我的三明治再配上莫扎瑞拉和奶油起司后，绝对超过满分。至于干燥番茄口味的三明治的话，味道好像没差，和原味的一模一样。谢谢大家！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帮赫瑞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赫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。我们下回不见不散，拜拜。